何，你一定会有这几款的同学，有梦想的同学，甜吗？我人生的目标是想要拍电影。你这个王八蛋！又到了骆师傅要来谈心事的时间，我们欢迎骆师傅。大家好，这个礼拜要讲什么电影呢？我们要讲一个，我觉得是一部挺有趣的电影，叫做《同学麦纳斯》。对，刚上映的片子。对，而且我传来给你的时候，就是把麦纳斯，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我们的节目就是不讲其他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每个主角他的个性，从这4位好同学开始。那我们第一个要先讲谁？必给来好了。我要来猜每个角色他会是什么星座。就我觉得搞不好你猜的比我更好，这样不一定。我们先从必给来讲哈，我觉得必给就是在同学们里面会是一个最低调，或者是最随和，或者是最不显眼的一个人。觉得应该是双子座之类的。双子座不显眼，他们应该是笑话王吧？真的吗？好，对啊，双子座是最会移移花花的那种。好，猜错。好，来，那骆师傅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电影当中有蛮多的讯息跟线索，像是例如说必给他本身有灵感的体质。对，然后尤其是他跟正常人对话的时候是会口技的，对，结巴。可是，在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们，不管是往生者或者是说使者，这种生命之类、近乎生命之类的角色，他讲话是很流畅的。对，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家是做纸扎屋，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跟生死阴阳两界也是有关联的一个符码出现了。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关系，很熟悉的关系，他一直在照顾他的阿嬷。那其实我们之前在《亲爱的房客》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互动关系。该不会是双鱼座吧？我觉得他直接就是一目了然，是很双鱼的这部分。而且其实必给讲话结巴、不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12星座里面有一些星座他们是不善语言的，他们不善用语言表达，但是他们很会展现自己的情绪的。那双鱼座就是其中一个无声星座。不确定导演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但是整个意象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啦，我觉得是刚好很呼应整个星座形象以及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因为其实像小美人鱼的故事里面，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纯真的人，对，他就是一个很没有心机，他就是为了就是爱。那只是在麦纳斯里面，他就是为了死党，为了阿嬷，然后或甚至是他跟阿月的关系也是很单纯的爱，这样子，他非常非常单纯。必给可能会是双鱼座，我觉得他双鱼座可能性很大，然后连接度也是蛮强烈的。好，第二个我们来讲谁呢？我们就讲到那个无明天好了。阿姐，无明天，对，因为无明天，你好，你猜。我有2个星座在纠结。真的吗？对，看我会不会选到一个，对不对？我猜天蝎座。这是我其中一个纠结的星座。对，一开始他是一个电影导演，对，那但是他是一个不得志的电影导演，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一直有一个坚持，有一个执着，想要去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他做梦的时候都会做到这样子。对。那原则上你会看到他后来就是为了这个。得到这个，他也完全都会知道别人要他来选举是要干嘛的，所以其实他都是非常的心知肚明的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到最后，他也陷入了一些关于欲望跟权力的一些纠葛里面。所以跟天蝎会有一些关系，因为天蝎跟性有关。不只是性，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把天蝎跟性直接连接，我觉得就是当然是对啦，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天蝎它掌管其实是欲望，对，那只是说性是一个表达欲望最直接的一个符码，但是它其实同时也包含了权力，对，也包含了金钱，是，尤其那个金钱是大笔的金钱，是，好，他那个权力是要管权力，那所以而且是更可以看到是不管是性。金钱或权力，他要这3个东西是干嘛？他不是要让自己爽，他是要能够控制。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看这整个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他做梦会梦到
他会一直要拍电影，那我就会开始先想说，他会不会是个工作狂呢？工作狂。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先列出可能处女啦，或者是摩羯啦，这种很容易跟工作产生很强烈连接的星座。对。可是，一直到后来，他跟人的相处，然后渐渐的引导出了一些天蝎的主题之后，其实我就会觉得，他天蝎的成分的确是比较多一点。天蝎的成分比较多。对，所以我会把它颁给天蝎。在他婚姻的关系里面，他是就是。其实这个真的就是打死不认，这个部分跟摩羯跟天蝎这2个星座，他们都会很容易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只要我不说就是不是真相。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纠结这2个，但是如果说以就是电影我所接收到的讯息来说，会觉得它一直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我会把它留给天蝎。因为如果说是摩羯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是去证明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摩羯跟天蝎很大的差别是，摩羯他也会想要权力，也会想要金钱，也会想要得到社会的一个高价值的东西，但是他的差别是他并没有想要控制别人，他要的是大家的肯定。对。可是天蝎他是会我要控制住的，对。所以这个是我在2权之后，我想，可能是天蝎的成分多一些些。我只有40倍。郑人硕饰演的等轰。等轰这个角色，我觉得他也很天蝎耶。也有想他可能是天蝎，但是我觉得都是天蝎，好像有点太无聊了。所以我还是就是。毕竟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一直去看一些他其他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啦。那其实他在电影中也曾经就是也是讲过，他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过生活，有个房子，有个好好的工作，然后他娶个老婆，就这样子好好的过生活。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我一直很努力，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用。这个挫败感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点。那当然，其实从一开始你会看到说他去。买了一个很有趣的停车位，然后他去买了，努力买了一个房子，即便他没有能力付头期款，是用爸爸的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都可以看到他对于生活的这个注重。所以一开始我在考虑说，他可不可能会是巨蟹呢？然后也可不可能就是他必须说我到这边我就必须要做好哪些事情，几岁要买房，几岁要干嘛？你会觉得他会有一个步调。他会有一个自己的框架，所以我也会觉得说，他会不会有点像处女呢？处女座。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算是保险理赔吧？对，保险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然后他在里面是一个小职员，是一个小螺丝钉。那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占星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关于这种工作里面的小螺丝钉，或者是说我们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一个。员工阶层，甚至是做工的人啊，或者是说，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的领导状态的人，其实我们会比较跟处女座也会有再次的连接。处女座，对。然后呢，你也会看到，就是他会去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包括到最后人家来理赔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告诉你说他。平常是在干嘛？天蝎座它其实也是很会观察的星座哈，但是跟处女座相比的话，就会变成说它比较多的是控制，或者是比较说我要捅你一刀。它可能是处女座，但是月亮在天蝎之类的，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有某些星星是落在。但是如果说我们单就太阳星座来说，那当然这个就比较。可能比较偏颇，或者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武断或不完整，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当趣味讨论嘛。你会看到他最后他还是收集了资料，或者说你不要我不知道，他跟他经理的对话就可以知道，其实他一直有在观察，一直有在记录，那只是他也知道他在干嘛，所以他在忍。其实我觉得处女座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很会自己去定一些规则，自己去定一些行程表，自己去定一些步骤，而且甚至自己去定一些步调。结果往往到最后，他定的那些原则或想法或步调，最后可能会捆绑住自己，会自己打破吗？对，然后之后就自己打破。然后你会看到有些处女座打破了之后，就会
自圆其说，或者是他又开启了另外一次新的循环，所以他最后去跳那个河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要打破他的框架了，对，他又要开始在一个新的一个部分了，他自己会有他自己的逻辑，然后他就会要别人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照那个逻辑走，你这个道理，然后就会以他为批评人家、挑剔人家的一个出发点。处女跟双子都是水星掌管的，那水星都代表着我们的心智的振动频率，而且再加上水星它是内行星，所以它振动频率是比较轻、比较高振动的状态。所以处女座它也是土象星座里面的变动星座，所以它也是土象星座里面最不稳定的。那水星跟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状态，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失眠。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意象里面，其实也在电影中出现。我就会觉得多重的考量之下，我这次就会把点峰把它认为是处女座。大家觉得点峰是不是处女座？第4个我们要讲到的是纳豆演的灌汤。假的是个瞳孔，我瞳孔就转底。我没有想到天蝎座，你什么都骂天蝎座，好像。好，你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展现柔情的星座，比较温柔的星座，所以它原则上会跟风跟火的星座会先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先分一半，然后剩下水跟土嘛，所以天蝎座还在水里面，所以还在候选名单中，还在候选名单中。对，那再来我们就是看到说，它其实这部片里面纳豆跟我们的潘慧茹的麦纳斯，也是有跟大概性方面会有一点关联所以天蝎座好像也有一点关系了对，好，然后再来，其实他也是跟我们的点峰一样，是一个比较基层的员工的角色，对，只是他在工作方面的状态跟我们的点峰不一样。点峰他是很会收集资料，很会去看，然后去分析，做很多事这是水星会做的事，处女双子会做的事。但是纳豆他是什么呢？人家交代什么，他就乖乖的去做，会乖乖的听话，而且他的变通能力比较少。对，所以变通能力比较少的话，就表示说，其实他的脑子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动得这么的快，这么的聪明利落。所以天蝎座 sorry 咯，因为天蝎座通常他们比较脑筋比较快，因为他要控制别人他一定要动脑他不动脑控制不了别人嘛。然后再来，那这样子处女座可能也比较无缘，对，他会对一个人有持续很久的一个关系，表示他是一个耐力很够的星座。耐力很够，该不会是金牛座吧？恭喜。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纳豆整个表现，他就是表现一个单纯憨厚，然后人家交代什么他就做什么，结果人家给他一个说，这就是我的墙壁啊，这就是我的厕所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会临时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了，然后他就只能够照着上面告诉我的，我就照这样去做。然后呢，他面对到他所爱的女神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直摆在心里。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最后他在里面讲的那个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很多海王星的气，那个在里面，因为超越时空的一个思念，对一个人的思念，当你越靠近，越原形毕露，仙女从台上下来就打回原形了。对，其实这是非常海王的情节，因为我们一般讲海王星恋人，就是我远看她就是一个女神，对。可是当我们拉近距离，然后甚至跟她有肉体上的接触的时候，她就不是女神了，对，她就变成一只草了。对，因为泡沫就破了。所以其实当时我有在想说，哇，那他的命盘里面一定海王很吃重，要不然就是有很多星星是落在双鱼里面，才会让他有这样子的感想跟感触。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部分我都会觉得他跟金牛这个部分是很相应的，因为他就是对性是有这个冲动，但是他不是不想吃，而是说他可能吃的比较慢，要吃到的时候人家已经要先吃走了，所以他的死党就说你不吃我们就要去吃了。这个也就是一个慢半拍、慢郎中，然后温温的一个形象。好，那如果是一般人来讲的话，这4个星座可不可能变成超级好朋友？
一定可以啊。他们是水象跟土象，上都是阴性星座，而且是重感情交流的。对。然后我会觉得他们是可以。同学麦纳斯，我觉得它是一部真的是还蛮有趣的电影，很有趣。这个大家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的这样的环境底下，你去看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共鸣吧？对，40岁之后的人也是很有共鸣的。那下次我们要再聊什么星座呢？我们下个礼拜见。